Hello， 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众所周知，娱乐圈的竞争非常激烈，稍有不慎就会被碾压。有些明星们为了上镜好看，常常用力过猛，一不小心就瘦成了皮包骨。就像秦岚说的，真正上镜的演员私底下看着瘦的都跟鬼一样。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那些镜头就瘦到吓人的女星私下有多可怕。我不相信。提起鲁豫，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知名主持人、大头娃娃还是纸片人？每次看到她，仪态最先被她的身材吸引，这也太瘦了吧，甚至连最小码的衣服都有点撑不起来。按理说人到中年会越来越胖才对，但是鲁豫却恰恰相反，镜头前都瘦到脱相了，和杨澜同框，对比简直不要太明显。镜头后更是瘦到吓人，随便一张私图都是皮包骨的状态。其实早年间的鲁豫也胖嘟嘟的，一头干练的短发，甚至还有点婴儿肥。关于她身材暴瘦的问题，有一种说法是她早年为了减肥对自己很苛刻，米都是数着粒儿吃的，久而久之得了厌食症，后来想胖也胖不回来了。虽然仪态挺羡慕吃不胖的人，但瘦到这个程度多少有点吓人了。2018年凭借《延禧攻略》中的魏璎珞一角爆火后，吴谨言人气直线上涨。爆红的同时，她瘦削的身材也藏不住了，排骨胸甚至比脸还要抢镜。她瘦成这样其实是有原因的。早在6岁，她就开始上舞蹈课，10岁又考入了北舞附中学习芭蕾舞。众所周知，芭蕾舞对于舞者的体型有着严格的要求，所以年仅10岁的吴谨言就开始通过节食保持身材，还把这个习惯保留到了现在。在片场拍戏时，别人都是吃饭菜，吴谨言则是啃着一块小小的面包。由于工作的特殊性，熬夜通宵也是常态，所以吴谨言就更加瘦弱了。某次参加活动时，吴谨言弹手跟现场的媒体打招呼，竟然一下子把戒指摔了出去。后来他只好拿来胶带缠在手指上固定戒指。我的砍价女王热播那会儿，最吸引人的不是她的演技，而是她瘦小的身材。也许每个人都有苦衷吧，如果吴谨言没有从小节食，那她肯定不会这么瘦，但或许她也没有机会走进演艺圈了。作为某女郎，周冬雨的演艺之路丝毫不逊色于她的那些前辈们。《同桌的你》、《七月与安生》、《少年的你》等多部影片演下来，周冬雨的少女形象深入人心。同时，她也凭借这些影片获得了许多大奖，成为了最年轻的3金影后。当然，支撑她少女形象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她那瘦小的身材。据爆料，162厘米的周冬雨体重只有44公斤，甚至最轻的时候一度低至37公斤，而这都要归结于她的饮食习惯。周冬雨曾经拍过一个吃播视频，视频中她摆了一大桌子的川菜，但是她却每道菜只吃了1口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周冬雨的饮食更是堪称寡淡，一日3餐不是蔬菜就是杂粮，很少见她吃肉。当然，周冬雨之所以会养成这样的饮食习惯，也跟她的身体状况有关。据她自己透露，她患有乳糖不耐症，对鸡蛋和奶制品过敏，所以很多东西都吃不了，条件勤俭下来，也只好吃些青菜和粗粮了。学舞蹈出身的金晨也是从小就过惯了节食的生活，一直非常自律。进入娱乐圈之后，女明星只有瘦才能上镜好看，金晨就更加注意了，日常饮食和锻炼从不间断，才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这么自律的美女，活该她火。不过看着金晨的锁骨和纸片人的身材，真是替她担心，哪天一阵大风就刮跑了。佟丽娅大概是纸片人中的一个特例了，因为她从出道开始就一直非常瘦，也从来没有刻意减肥。2018年，佟丽娅曾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过自己的体重，只有不到85斤。要知道她的身高是164厘米，可以说是骨瘦如柴了。早年佟丽娅拍摄某电视剧时，导演怕她太瘦，撑不起角色，要她增肥。为此，她真的努力过。宣传期间，记者采访时，她说自己现在很胖。记者一问体重，丫丫自信回答85斤。你都不知道该说她凡尔赛，还是说娱乐圈太狠。据说经纪公司曾给她每增肥2公斤奖励1万块钱的激励，可是她却1分也没有赚到。而佟丽娅之所以这么瘦，并不是她刻意减肥或者其他原因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的体质问题。她不止一次地向媒体透露自己吃的并不少，可就是偏偏不胖。这种易瘦体质，仪态真的做梦都想拥有啊！当然，除了易瘦，丫丫保持体重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自律了。不论何时何地，她身上总要带着一样东西，那就是醋。只要到了吃东西的时候，她就会拿出来蘸上一点。按她的话说，这样可以刮油。有没有效果暂且不提，但她这份坚持和自律就非常值得敬佩了。
颖儿被黑得最惨的时候，还是《千山暮雪》热播那会儿。这部剧算得上是一部高品质虐剧，但颖儿走红并非是因为演技，而是她肥硕的身材。剧播出后，想泡妞被全网嘲，这让她的自尊心非常受挫，于是下定决心减肥。据她自己透露，为了减肥，曾经一整天都不吃东西。如果实在饿得不行了，就拿筷子在老干妈的罐子里面蘸一下，之后尝一尝筷子尖儿的味道。用那个筷子沾一粒在嘴巴里，然后就觉得有点咸咸的味道。虽然这种做法堪称极端，但是效果却非常显著。很快，颖儿的体重就降了下来。然而，比起健康的减肥方式，这种恶性节食也会引起许多的副作用，比如身材干瘪、精神状态不佳等等。所以那段时间，颖儿是这样的，脸上的疲惫感盖都盖不住。不过，辛苦减肥换来的结果还是不错的。减肥后的颖儿事业发展的很不错，一步一步女主角演得飞起，搭档的都是吴奇隆、郑元畅、贾乃亮、纯晓这些名气很大的男演员。后来他和付辛博结婚生子后，身材渐渐圆润了起来，整个人的气色也好了不少，比起排骨时期圆润了一些，也耐看多了。请叹息我们那些好时光。大家还记得《延禧攻略》里忠诚直率的明玉吗？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讨喜。这个角色也让刚入演艺圈1年多的江子欣立刻拥有了姓名。走红之后，他还上了快本、我就是演员等综艺节目，人气与日俱增。除了才艺众多，他瘦骨嶙峋的身材也一直是网友们讨论的对象。2018年，他上国剧盛典为秦岚颁奖，两人站在一块儿，本来也很瘦的秦岚都被反衬得高大威猛了。后来他每出席一次活动，便能引发一波热议，除了排骨胸、筷子腿，连手都瘦得指节突出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跟微微时期的爽子有了一拼了。据悉，他的身高是165厘米，而体重只有80斤，跟小学生似的。但他也不是天生这么瘦的，他曾在节目中自曝，原来体重有110斤，穿 Chanel 码的衣服，后来开始健身，吃健身餐，瘦了20多斤。他说瘦了之后有了锁骨，衣服穿 Chase 码都偏大了。当然孩子也挺心酸的，谈及此事的时候透露，都好久没有吃过米饭了。唉，姨太要是有她这样的毅力，现在也是又瘦又美的小仙女了呢。可惜没如果。很多人认识郑秀文，大概是通过《钟无艳》这部电影。你始终都是有事钟无艳，无事夏迎春。剧中她跟梅艳芳、张柏芝三美同框的场景，至今仍然是荧幕上的经典。早期的郑秀文其实并不瘦，反而有一些婴儿肥，而她变瘦的原因和上面几位多少有些不同，她是被情所伤。1991年底，郑秀文开始跟许志安交往，两人经历了10年的蜜恋，直到2002年才正式公开恋情。然而到了2005年，两人的感情便出现了问题，再加上当时郑秀文拍摄的《长恨歌》成绩不佳，双重打击之下，郑秀文患上了抑郁症，随后推前2年。那段时间也就是郑秀文暴瘦的开始。虽然后来许志安再次出现，两人复合后又结了婚，但是郑秀文却再也没有胖回来。就在2019年，许志安又被曝婚内出轨，不禁让人担心郑秀文会不会再度抑郁。好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，但是郑秀文的状态还是受到了影响，一度暴瘦成了纸片人。看演唱会时的身材让粉丝们倍加担心。近几年郑秀文一直在健身，但是身体状态并不好，希望她能振作起来，好好爱自己。虽然在娱乐圈竞争很激烈，但明星们拼事业的同时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啊。除了以上这些女星，娱乐圈中的纸片人还有不少，比如杨颖、张韶涵、张曼玉等等，都是纸片人的代表。同样的，不少男明星为了能在圈中奠定自己的地位，其拼命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女明星。想知道男星为了减肥有多拼命吗？想知道他们减肥时候的趣事吗？想知道就动动自己发财的小手，多多点赞吧！点赞超过500，姨太就给大家安排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